最近有一则离奇的新闻，某位住户发现窗户玻璃的内侧突然出现10来个直径约2到3厘米的圆锥形凹坑，其中一些带有针眼般的贯穿孔，而有些则无贯穿，玻璃外侧保持完好。那么这些硬币大小的凹坑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另外，这些凹坑的形成原理又能为我们参加抡大锤游戏赢取奖品提供怎样的启发呢？经仔细检查玻璃上的凹坑，发现是崩出了完整的圆锥，嵌合上去严丝合缝。根据我小时候多次作案的经验，这大概率是点摇极其口径的气枪打的，因为高压气枪发射的 4.5 毫米铅弹，初速可超过每秒200米。如果观察弹丸撞击的瞬间，发现玻璃其实并不是应声碎裂，而是先发生微小的内凹形变，所以此时玻璃是标准的弹性介质，这就导致撞击面的质点受到压缩，向材料内部扩散传递压缩应力，形成了速度每秒 5.5千米的弹性应力波的纵波。同时，撞击面边缘的质点受到剪切，以半球面的波前向内部传递剪切应力，形成了速度每秒 3.3千米的弹性应力波的横波。此时更快的压缩波首先到达对面的自由边界，反射后变成了拉伸波，和前进中的横波相遇，就是两波交汇处的质点同时产生了减应力和拉应力，并叠加形成强度增大且方向扭转的拉应力。由于玻璃的抗拉强度远弱于抗压强度，导致此处的材料在拉应力的法线方向上应力过载而发生斜向断裂，裂缝以 1.5 到 2.2千米每秒的速度扩展，经过5到7微秒就可贯穿断裂出一个圆锥，并向外飞出脱离，留下带细小贯穿孔的崩落坑。但如果两波叠加后的拉应力扭转角度更大，那就会断裂出无贯穿的凹坑。在弹道学里，这些锥形凹坑被称为赫兹锥。但弹性应力波不仅能在玻璃背面形成赫兹锥，还能在抡大锤游戏里帮你把罐子敲得更高。5·1期间，这个抡大锤敲铁罐的游戏非常火爆。但奇怪的是，很多壮汉即使猛抡大锤，也无法把铁罐弹高以敲响铃铛，而一些力气弱小的女士却能把铁罐弹得很高。那么其中又有什么奥妙呢？其实大铁锤敲击钢板的瞬间，也会像铅弹打中玻璃一样，从撞击点激发出多种形式的弹性应力波，其中材料内部同样会出现较快的压缩纵波和较慢的剪切横波，而在钢板表面还会出现界面波，其中的大部分波动能量会转化成既向横波又向纵波，波面质点做椭圆形运动的锐利波。但对这个钢制跷跷板来说，能量最强的弹性应力波其实是让整块钢板发生弯曲形变的弯曲波。究其原因，在敲击瞬间，冲击处的钢板上侧拉伸而下侧压缩，出现了弯曲应力。这一应力以慢于锐利波的速度向另一端传递，到达中间的支点时，右侧的钢板就变成了下弯，再继续向左运动，应力会被支点反向，变成上侧压缩而下侧拉伸，使左侧钢板向上弯曲，从而在跷跷板上出现了弯曲波的一个完整波长。但弯曲波走到顶端反射回来，就会和入射波叠加，从行波变成了原地震动的驻波，让跷跷板两侧反对称的扭动起来。因此，想让铁罐弹得更高，就要在跷跷板左端上升到最高点时，让行进的弯曲波恰好走到顶端，或者让驻波恰好向上震动，这样左端的上行和上弯动作才能叠加，使罐子获得更大初速。反之，如果左端到达最高点，而弯曲波又在下弯，那么上升速度就会被抵消，弹起高度会大幅衰减。根据这一原理不难发现，只要控制大锤的落点和力度，就能调节跷跷板的动作时间，而调节的足够精准时，左端的上翘和弯曲动作就能完美叠加，将铁罐弹得更高。但不幸的是，除了千锤百炼的老手外，一般的游客要一击制胜，只能是撞大运。所以那些仗着膀大腰圆而跃跃欲试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去排队给老板送钱，